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林雨晴是科技公司的市场部主管，今年32岁，她性格温和，做事认真负责，工作能力出众。她与丈夫付明结婚5年，一直住在付家的大房子里，和公婆以及大姑子一家同住。这一年的冬天格外寒冷，林雨晴在公司加班到深夜，为了一个重要的项目方案，市场部的同事们都已经离开，只剩下她一个人在电脑前奋战。窗外雪花飘落，覆盖了整个城市。雨晴还在加班，经理王梦出现在门口，手里拿着2杯热咖啡。林雨晴抬起头，揉了揉酸痛的眼睛，勉强一笑：“是啊，这个方案明天就要提交了，我再检查一下。”王梦把其中1杯咖啡放在他桌前：“你这段时间太辛苦了，今年的业绩报表我看了，你的团队表现非常出色，谢谢经理。”林雨晴抿了一口咖啡，感受着温暖从喉咙蔓延到全身。王梦坐在他对面：“公司决定了，今年的最佳团队奖给你们市场部，除了10万元的年终奖金，还有一份特别奖励——新加坡5日邮轮旅行套票，一家4口的名额。”林雨晴惊喜地瞪大眼睛：“真的吗？这太棒了！”王梦笑着点头：“你应得的，明天下午的全体会议上会正式宣布。你准备一个简短的发言吧。”林雨晴兴奋地回到家，虽然已是深夜，但她迫不及待想要告诉付明这个好消息。推开家门，屋内一片漆黑，只有客厅的台灯散发着微弱的光芒。付明窝在沙发上玩手机，看到他回来，随意地招呼道：“回来了，这么晚？”林雨晴顾不上脱外套，激动地坐到付明身边：“老公，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。”付明抬头看了他一眼，眼神有些漫不经心：“什么好消息？”“我们部门获得了最佳团队奖，不仅有10万元的年终奖，还有新加坡5日邮轮旅行的套票，一家4口，我们可以带上爸妈一起去。”林雨晴兴奋地说。付明这才放下手机，眼睛一亮：“真的？邮轮旅行？那太好了！”他伸手抱住林雨晴，难得地表现出热情：“老婆，你太棒了！”林雨晴被他的反应逗笑了：“这么高兴啊？我还以为你会嫌麻烦呢。”付明笑着说：“怎么会？出国旅游是好事啊。什么时候出发？”“下个月初，春节前。公司已经帮我们规划好了行程，我们只需要准备好护照和行李就可以了。”林雨晴解释道。“下个月初？”付明皱了皱眉：“那时候小磊不是也要回国吗？”林雨晴的笑容僵在脸上：“小磊？谁啊？”“就是我表妹啊，李蕾蕾，以前我跟你提过的，我们是一起长大的，她在国外留学，下个月初刚好回国探亲。”付明解释道。林雨晴努力回想，终于记起付明确实提过这个表妹，但从未见过面。“哦，你那个青梅竹马的表妹，她可以改期啊，或者先住在别的亲戚家。”付明摇摇头：“不行啊，她订好机票了，而且她在国外很辛苦，好不容易回来一次。”他突然眼睛一亮：“这样吧，你把1张船票让给小磊，你坐飞机过去和我们会合，怎么样？”林雨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：“什么？你让我把我自己赢来的奖励让给一个素未谋面的表妹？”付明拍拍他的肩膀：“雨晴，别这么小气嘛，小磊从小就跟我们家关系特别好，比亲妹妹还亲。他在国外这么多年，很不容易的。”林雨晴深吸一口气，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可这是我努力工作得来的奖励，
我想和家人一起享受。你坐飞机过去，不也一样能享受吗？傅明不耐烦地说。我已经发信息给小磊了，他很期待和我们一起出游。林雨晴震惊地看着丈夫，你都没有先问过我的意见，我以为你会同意的吗？傅明避开他的目光，你一向这么通情达理。林雨晴感到一阵心寒，但她努力压下怒火，决定找公婆谈谈。第二天早上，她在餐桌上把事情告诉了公公婆婆，希望他们能站在她这边。雨晴啊，小磊跟我们家关系特殊。婆婆李美华放下筷子，慢条斯理地说，她从小没了妈妈，是我一手带大的，跟明明一起长大，感情比亲兄妹还深。公公傅国强也点点头，对啊，小磊就像我们的亲生女儿一样，她这么多年在国外不容易，好不容易回来一次，一家人一起出去玩玩也是应该的。林雨晴感到胸口发闷，可是这是我工作得来的奖励，我想和家人一起享受。婆婆打断她，你已经是我们傅家的一份子了，就应该为这个家着想。小磊比你更需要这次旅行。再说了，你坐飞机过去不也一样能玩吗？大姑子傅文抱着她5岁的女儿小琪，也插嘴道，弟妹，别这么小气嘛，小磊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，你才嫁进来几年，家里有困难，你应该多体谅一下。林雨晴环顾四周，发现所有人都用责备的眼神看着她，仿佛她是一个不懂事的外人。她突然意识到，在这个家里，她永远都是一个局外人。晚上，林雨晴早早回到家，准备和傅明好好谈一谈。谁知刚进门，就听见客厅里传来一阵笑声，一个陌生的女声格外突出，明明，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一起偷吃西瓜的事吗？当然记得，那次被妈妈抓到，我们俩跪了一下午的搓衣板。林雨晴走进客厅，看见一个身材高挑、容貌精致的年轻女子坐在沙发上，正亲密地挽着傅明的手臂。傅明脸上洋溢着林雨晴很少见到的轻松愉快的表情。雨晴，你回来了。婆婆李美华笑着向她招手，来来来，这就是小磊，我们家的宝贝女儿。李蕾蕾站起身，上下打量着林雨晴，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嘲讽。嫂子好，明明经常跟我提起你。林雨晴勉强挤出一丝微笑，你好，欢迎回国。雨晴，你看小磊漂亮吧？婆婆骄傲地说，她在国外可是校花呢，追求者排着队。是啊，漂亮。林雨晴机械地回答。傅明拉着李蕾蕾的手，兴奋地说，雨晴，我跟小磊说了邮轮的事，他特别高兴，谢谢你把名额让给他。林雨晴感到一阵眩晕，她什么时候说要把名额让给李蕾蕾了？但在所有人期待的目光下，她不知道该如何拒绝。不用谢，我先去休息了。林雨晴转身上楼，留下一屋子的欢声笑语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李蕾蕾俨然成了家里的中心，婆婆每天变着花样做她喜欢的菜，公公专门开车带她四处游玩，傅明更是寸步不离的陪伴，而林雨晴则被安排做各种家务，仿佛成了一个佣人。雨晴，小磊的衣服你帮忙洗一下。雨晴，你去买点水果回来，小磊想吃荔枝。雨晴，今晚我们要带小磊出去聚餐，你自己解决晚饭吧。林雨晴默默承受着这一切，心中的怒火却日益增长。她开始意识到，在这个家里，她永远都不会被真正接纳和尊重。一天晚上，傅明回到卧室，发现林雨晴正在整理衣柜。雨晴，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。傅明有些犹豫地开口。林雨晴停下手中的动作，什么事？
是这样的，邮轮上的房间是2人1间，我想和小磊住一间，这样方便照顾他，你看行吗？傅明小心翼翼地问。林雨晴难以置信地看着丈夫，你说什么？你要和你表妹住一间房？那我呢？你可以和我妈住啊。傅明理所当然地说，小磊第一次出国，人生地不熟的，我怕他不习惯。傅明，林雨晴深吸一口气，你到底把我当什么？你让我把自己辛苦迎来的奖励让给一个外人，现在还要和他住一间房？傅明皱起眉头，小磊不是外人，他是我们家的人，你怎么这么小气？我们都是为了照顾他，那谁来照顾我？林雨晴忍不住提高了声音，我在这个家里付出这么多，得到的却是这样的待遇。傅明不耐烦地摆摆手，你有什么付出？不就是做做家务，赚点钱吗？小磊从小帮我们家做了多少事，他是我们的恩人。林雨晴冷笑一声，恩人？我倒要看看他做了什么天大的好事，让你们全家对他这么死心塌地。你不懂。傅明愤怒地说，小磊对我们家的恩情不是你能理解的。总之，房间就这么安排了，你爱去不去？说完，傅明摔门而出，留下林雨晴一个人在卧室里发呆。这一刻，他清晰地意识到，在傅家的心目中，他永远都比不上李磊磊。第二天早上，林雨晴刚起床，就听见楼下一阵喧哗。她走下楼，发现客厅里站着几个陌生人，手里拿着各种仪器。这是做什么？林雨晴问道。婆婆李美华兴高采烈地解释，给小磊拍写真呢。她要参加国外的选美比赛，需要一组高质量的照片。林雨晴环顾四周，发现整个客厅已经被布置成了摄影棚，家具都被搬到了一边。拍完要多久？林雨晴问道。我今天下午要在家工作，可能要1整天吧。婆婆漫不经心地说，你可以去咖啡厅工作啊，反正就是敲敲键盘。就在这时，李磊磊从楼上走下来，穿着一件华丽的礼服，画着精致的妆容。他看见林雨晴，脸上闪过一丝不悦。嫂子，你能不能回避一下？我要开始拍照了。林雨晴强忍怒气，这是我家，为什么我要回避？小磊是艺术家，需要一个纯粹的创作环境。傅明不知从哪里冒出来，不悦地看着林雨晴，你就不能体谅一下吗？林雨晴无言以对，拿起包包转身离开。他走在街上，突然意识到傅明刚才说的我家根本就没有包括他。在咖啡厅工作了1整天，林雨晴筋疲力尽地回到家，推开门，她惊讶地发现客厅已经恢复了原样，而且异常安静。有人吗？林雨晴喊道。没有回应。她走进厨房，发现餐桌上放着一张纸条，雨晴，我们带小磊去餐厅吃饭了，你自己解决晚餐。傅明。林雨晴站在厨房中央，突然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孤独。她拿出手机，拨打了傅明的电话，想问问他们去了哪里，自己是否可以加入。电话响了很久，终于被接通了。喂，有事吗？傅明的声音伴随着嘈杂的背景音。你们在哪里？我可以过去和你们一起吃饭吗？林雨晴问道。哦，我们在市中心的皇家酒店。傅明有些犹豫，不过这是小磊的接风宴，都是老朋友，你来可能会不自在。林雨晴听到电话那头李磊磊的笑声，以及傅明母亲宠溺的训斥。小磊，别闹，把酒杯放下。我明白了，林雨晴平静地说，你们玩得开心。挂断电话，林雨晴站在空荡荡的厨房里，泪水不受控制地流下来。5年了，她嫁进傅家5年，付出了那么多，却连一个家庭聚餐的资格
都没有。她擦干眼泪，打开冰箱，发现里面几乎空空如也。无奈之下，她只好叫了外卖，独自一人在客厅吃完晚餐。正当她准备上楼休息时，门铃响了。打开门，是一个快递员，手里拿着一个大包裹，林雨晴女士的快递。林雨晴接过包裹，发现是自己前几天在网上订购的新衣服，本打算在邮轮旅行时穿，想到这里，她苦笑一声，这些衣服可能根本用不上了。她拆开包裹，试穿了几件衣服，站在镜子前，林雨晴惊讶地发现自己这些年变了很多。曾经那个自信、阳光的女孩，如今变得憔悴，眼神中满是疲惫和委屈。我到底在做什么？林雨晴问自己，我为什么要忍受这一切？这个问题像一记重锤敲在她心上。是啊，她为什么要忍受？为了一个根本不爱她、不尊重她的丈夫，为了一个从不把她当家人的家庭。林雨晴拿出手机，拨通了多年未联系的大学闺蜜刘思佳的电话。思佳，我想和你聊聊。林雨晴的声音哽咽了。雨晴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刘思佳关切地问道。林雨晴深吸一口气，把最近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刘思佳。这简直太过分了！刘思佳愤怒地说，雨晴，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他们根本不尊重你，不把你当家人。我知道，可是……林雨晴犹豫了，我该怎么办？你需要为自己站出来。刘思佳坚定地说，你没必要忍受这样的对待，你值得更好的生活，更好的爱情。挂断电话后，林雨晴躺在床上，思绪万千。思佳说得对，她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她需要改变，需要为自己争取尊严。次日清晨，林雨晴早早起床，决定不再做那个任人宰割的老好人。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准备全家人的早餐，而是简单的给自己煎了2个鸡蛋，泡了一杯咖啡。当全家人陆续下楼时，看到餐桌上只有林雨晴自己的早餐，都愣住了。雨晴，早餐呢？婆婆李美华不满地问道。林雨晴头也不抬地说，我只准备了自己的份。什么？婆婆难以置信地说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。林雨晴平静地说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只负责自己的饮食起居，你们可以自己做饭或者叫外卖。雨晴，傅明走过来，皱着眉头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林雨晴抬起头，直视丈夫的眼睛，我只是做了和你们一样的事，只顾自己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傅明被他的态度激怒了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小磊刚来，你就给他脸色看？我没有给任何人脸色看。林雨晴冷静地说，我只是决定不再当这个家的免费佣人。你……傅明气得说不出话来。李蕾蕾这时走过来，一脸无辜地说，嫂子，是我做错什么了吗？如果我打扰到你了，我可以搬出去住。不行。傅明和婆婆异口同声地说，小磊，你别多想。婆婆拍拍李蕾蕾的手，雨晴只是心情不好，她当然不会赶你走的，这是你的家啊。林雨晴注意到婆婆说这是你的家时的自然和真诚，这句话她从未对自己说过。是啊，这是小磊的家，却不是我的家。林雨晴轻声说道，声音里带着深深的伤痛。餐桌上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被林雨晴的话镇住了。林雨晴起身收拾自己的餐具，然后拿起包准备出门。你去哪？傅明问道。上班。林雨晴头也不回地说，晚上别等我，我和同事有饭局。说完，她关上门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在公司，林雨晴把自己投入到工作中，试图忘记家里的不愉快。下班后，她真的和同事们一起去了餐厅，难得的放松了一下。回到家已是深夜，
家里一片寂静。林雨晴轻手轻脚地上楼，不想吵醒任何人。经过客房门口时，她听到里面传来说话声：“明明，你真的要带我去游轮吗？我好期待啊！”是李蕾蕾的声音。当然啦，我答应你的事，一定会做到。付明的声音听起来格外温柔，可是嫂子好像不太高兴。李蕾蕾装作关心地说：“不用管他，他就是太敏感了。”付明满不在乎地说：“再说了，这次旅行本来就是我家的，他有什么资格不高兴？可明明，那邮轮票不是他的奖励吗？”李蕾蕾问道。“那又怎样？她嫁给我了，她的就是我的。再说了，没有我爸当初给她介绍工作，她能有今天，这点感恩之心都没有。”付明的声音充满了不屑。听到这里，林雨晴心如刀割，她这才明白，在付明心中，他不过是个拿来利用的工具，一个免费的佣人，一个赚钱的机器。他们一家从来没有把他当成家人，更没有尊重过他的付出和努力。林雨晴悄悄回到卧室，躺在床上，泪水无声地流下。这一刻，她下定决心，是时候为自己而活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林雨晴保持着冷静的态度，她不再为全家做饭、打扫，不再关心他们的日常起居，更不再忍气吞声。她开始过自己的生活，仿佛家里的其他人都是陌生的室友。付家人对这种变化感到不适应，但碍于面子又不好明说，他们只能私下里抱怨林雨晴变得无情无义、忘恩负义。一天晚上，林雨晴收到公司同事发来的信息，说经理想见她。她匆匆赶到公司，王梦正在办公室等她。雨晴，坐。王梦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，有个事情需要和你商量。林雨晴有些紧张。什么事？是关于邮轮旅行的事情。王梦说，我刚接到你丈夫的电话，他说你不想去了，想把名额让给他表妹，是这样吗？林雨晴惊讶地张大嘴巴。什么？他竟然给你打电话说这种话？王梦皱起眉头。所以这不是你的意思？当然不是。林雨晴激动地说，这是我的奖励，我为什么要放弃？王梦松了一口气。我就说嘛，你这么上进的人，怎么会放弃这样的机会？你丈夫说你最近工作太忙，想休息，所以把机会让给了他表妹。林雨晴气得浑身发抖，他根本没有权利替我做决定，这是我的奖励，我一定要去。王梦拍拍他的肩膀。好，我明白了，我会告诉他，公司规定奖励必须由员工本人使用，不能转让给公司以外的人。回家的路上，林雨晴怒火中烧，付明竟然背着他，擅自给公司打电话，要把他的奖励让给李蕾蕾。这已经不仅仅是不尊重，而是赤裸裸的背叛。推开家门，林雨晴发现客厅里灯火通明，付明一家人正围坐在沙发上聊天说笑。看到他进来，大家的笑容都凝固了。雨晴，付明有些尴尬地叫了一声。林雨晴直视丈夫的眼睛，你给我公司打电话，说我不想去邮轮了。付明脸色一变，随即强作镇定。是啊，我觉得你最近太累了，想让你好好休息。小磊刚好可以去，多好啊！你有什么权利替我做决定？林雨晴冷声问道。我是你丈夫啊，付明理所当然地说。夫妻一体，我为你着想有什么不对？着想？林雨晴冷笑一声。你是为了谁着想？心里没点数吗？李蕾蕾这时插话道。嫂子，如果你真的很想去，我可以不去的。林雨晴懒得理会他的假惺惺，直接对着付明说，我已经和经理说清楚了，这个奖励是我的，只能我去。如果你们想带李蕾蕾一起，可以自己买票。雨晴，
婆婆李美华生气地说：“你怎么能这样自私？小磊是我们家的恩人，他应该和我们一起去。”恩人？林雨晴忍不住问道：“他到底对你们家有什么天大的恩情，值得你们这样对待他，又值得你们这样对待我？”傅家人面面相觑，似乎被问住了。最后还是傅国强开口了：“当年要不是小磊，我们傅家早就破产了。他爸爸借给我们一大笔钱周转，救了我们的家族企业，这份恩情，我们这辈子都还不完。”林雨晴冷笑一声：“原来如此，可我记得那是20年前的事了吧？李叔叔早就去世了，而且那笔钱，你们不是早就还清了吗？恩情不是钱能衡量的。”李美华激动地说：“小磊从小没了妈妈，是我一手带大的，她就是我的女儿，那我算什么？”林雨晴直视婆婆的眼睛：“我嫁进傅家5年，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，在你们眼里，却连一个外人都不如。雨晴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”傅明不满地说：“我们待你不薄啊，吃穿不愁，有什么不满足的？”林雨晴苦笑一声：“你们是一家人，我只是个免费的佣人罢了。”说完，他不再理会众人惊愕的表情，转身上楼回了卧室，关上门。林雨晴长长的呼出一口气，她打开电脑，开始搜索离婚的相关信息。是的，她决定了，要结束这段没有尊严的婚姻。第二天，林雨晴请了1天假，约见了一位律师朋友。她详细咨询了离婚的流程、财产分割等问题，并请律师帮她起草了离婚协议。律师听完她的遭遇，同情地说：“林小姐，你的情况很明确，我们可以帮你争取应得的权益。不过，在正式提出离婚前，我建议你先做好财产保全工作。”林雨晴点点头：“我明白，我会尽快处理。”回家的路上，林雨晴的心情出奇的平静。多年来第一次，她感到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。这种平静持续到她推开家门的那一刻。客厅里，李蕾蕾穿着她的睡衣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一副主人姿态。“你在穿我的衣服？”林雨晴冷冷地问道。李蕾蕾抬起头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哦，我的行李还没到，婶婶说可以先穿你的，你不会介意吧？”嫂子。林雨晴深吸一口气，努力保持冷静：“请你把我的衣服脱下来，洗干净后放回我的衣柜，有必要这么小气吗？”李蕾蕾撇撇嘴：“不就是一件睡衣吗？又不值几个钱。”就在这时，傅明从楼上走下来，看到这一幕，立即训斥林雨晴：“雨晴，你怎么能这样对小磊说话？他第一次来我们家，你应该表示欢迎才对。这是我的睡衣，我的东西。”林雨晴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我有权决定谁可以用，谁不可以用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气？”傅明生气地说：“小磊穿你一件睡衣怎么了？我看你就是嫉妒他。”“嫉妒？”林雨晴嗤笑一声：“嫉妒什么？嫉妒他失去了母亲，还是嫉妒他寄人篱下？”傅明被他的话噎住了，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反驳。李蕾蕾却突然哭了起来：“明明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没有衣服穿。婶婶说可以的，我不想造成你们夫妻不和。”傅明见状，心疼地安慰李蕾蕾：“小磊，别哭，你没错，是雨晴太小气了。”他转向林雨晴，怒道：“你看看你做的什么事，把小磊都弄哭了。”林雨晴冷眼旁观这出戏码，心中的最后一丝留恋也荡然无存。他平静地说：“睡衣的事我不追究了，但从现在开始，未经我允许，任何人不得动用我的个人物品，否则我会报警处理。”说完，他径直上楼，
把自己的贵重物品和重要文件锁进了保险箱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家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。林雨晴不再掩饰自己的不满，公开拒绝为李蕾蕾提供任何帮助。傅家人对她的态度也从不满升级为敌视，认为她是个忘恩负义的媳妇。一天晚上，林雨晴回到家，发现自己的卧室门开着，走进去，她惊讶地发现李蕾蕾正坐在她的床上，翻看她的化妆品。你在干什么？林雨晴冷声问道。李蕾蕾吓了一跳，但很快恢复镇定。哦，嫂子回来了，我看你的这款口红挺好看的，想试试。我记得告诉过你们，未经我允许，不要动我的东西。林雨晴走过去，一把夺过口红。你这人怎么这么小气？李蕾蕾不满地说。借用一下都不行。不行，林雨晴斩钉截铁地说，这是我的私人物品，我有权决定谁可以用。李蕾蕾站起身，脸上的假笑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赤裸裸的敌意。林雨晴，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，在这个家里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个外人罢了。林雨晴并不惊讶于他的本性暴露，看来你终于露出真面目了。是啊，装也装够了。李蕾蕾不屑地说，你知道吗？明明从小就喜欢我，我们早就约定好要在一起的，只是后来我出国了，他才娶了你这个替代品。林雨晴感到一阵恶心。所以你们是表兄妹，还有这种不伦的关系？什么表兄妹？李蕾蕾轻蔑地笑了，那只是个幌子，我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我妈妈只是婶婶的闺蜜而已。林雨晴终于明白了一切，她冷静地说，所以你就是她的小三？小三？李蕾蕾挑眉，我才是她心里的正室，你才是那个碍事的外人。别担心，等游轮回来后，我会光明正大的取代你的。林雨晴不再说话，只是默默地看着这个恶毒的女人。她心中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冷静和决绝。出去，林雨晴平静地说。李蕾蕾得意地看了她一眼，扭着腰走出了房间。林雨晴关上门，坐在床边，思绪万千。原来真相如此简单而丑陋。傅明和李蕾蕾一直有不正当关系，傅家知情并支持，他们只是利用她的收入和劳动，而从未真正接纳她为家人。她掏出手机，拨通了闺蜜刘思佳的电话。思佳，我决定离婚了。林雨晴的声音出奇的平静。终于，刘思佳松了一口气。需要我做什么？我需要一个地方住几天，处理一些事情。林雨晴说，来我家吧，我正好有个空房间。刘思佳毫不犹豫地说。挂断电话，林雨晴开始收拾自己的必需品。她很清楚，一旦离开这个家，她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。第二天一早，趁着所有人都还在睡觉，林雨晴悄悄地离开了傅家。她带走的东西不多，只有一些衣物、个人证件和电脑。离开前，她在卧室的床头柜上留下了一张纸条：我去准备邮轮旅行的事宜，几天后回来。雨晴，这个谎言能给她争取几天的时间，足够她安排好一切。林雨晴直接去了刘思佳家，刘思佳热情地接待了她，为她准备了舒适的客房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刘思佳关切地问道。林雨晴平静地说，我已经联系了律师，准备正式提出离婚。我要把所有的财产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，确保傅明无法动用。房子呢？那可是你们的共同财产。刘思佳问道。林雨晴微笑着说，房子是我用自己的积蓄和年终奖付的首付，贷款也是我在还，傅明几乎没有贡献任何费用，所以按照法律，房子大部分应该属于我。那就好。
刘思佳松了一口气，你真的想清楚了吗？一旦开始，就没有回头路了。我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。林雨晴坚定地说，这些年，我活得像个影子，像个没有尊严的奴隶，是时候为自己而活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林雨晴马不停蹄地行动起来。她首先联系了银行，冻结了与付明的共同账户，并将自己的积蓄转移到新开的私人账户中。然后，她找了一位资深房产律师，讨论如何处理房子的问题。林女士，根据您提供的资料，这套房子确实主要是您出资购买的。律师说，在离婚时，您有权要求分得大部分产权，或者要求对方支付相应的补偿金。林雨晴点点头，我明白了。那么，如果我想在离婚前卖掉房子，可行吗？律师思考了一下，理论上可行，但需要您丈夫的签字同意。不过，如果房产证上只有您一个人的名字，那就简单多了。林雨晴笑了，幸运的是，当初因为付明的信用记录有问题，房产证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，那就没有问题了。律师说，您可以自行处置房产，不需要他的同意。离开律师事务所，林雨晴直接去了房产中介公司，委托他们以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出售房子，以便快速成交。林女士，您确定要卖房子吗？中介有些惊讶，这个价格很可能1周内就会有人接手。我确定，林雨晴坚定地说，越快越好。中介点点头，好的，我们会立即安排看房。对了，您丈夫知道这件事吗？他很快就会知道的。林雨晴微笑着说。安排好房子的事情后，林雨晴又去了旅行社，把自己的邮轮行程改签到了一个人的套餐，并预订了一张前往澳大利亚的单程机票。林女士，您确定要取消家庭套票，改成单人行程吗？旅行顾问小心翼翼地问道。是的，我确定。林雨晴毫不犹豫地说，其他人的行程保持不变，只是我不和他们一起了。旅行顾问点点头，明白了。那您的单程机票是？没错，我暂时不打算回来。林雨晴平静地说，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。房子很快就有了意向买家，价格谈妥后，林雨晴立即与对方签署了买卖合同。根据合同，他需要在1周内搬出房子，交付给新业主。付明一家人计划去新加坡的那周，成了林雨晴人生的转折点。房产出售手续已经顺利进行，时机再完美不过。付明这几天竟然没有联系他，直到出发前一天才发来一条简短的消息：行李收拾好了吗？明天早上8点在机场集合。看着这条信息，林雨晴嘴角挂着冷笑。付明依然以为他会乖乖坐廉价航班去新加坡，然后眼睁睁看着他和李蕾蕾享受豪华游轮。他怎么也想不到他已经准备了怎样的反击。出发当天，林雨晴没有出现在机场。8点刚过，付明焦急的电话就打来了。他平静地告诉他自己不去了，要独自旅行。付明急了，你不能这样，我们都在等你。我以为你们早就决定了，我的位置要让给李蕾蕾，我只能坐联航，还要和你妈住一间房。这样的安排，我为什么要去？林雨晴冷冷回答。付明语塞，只能催促他，别任性了，快来，飞机要起飞了，你们去吧，玩得开心。林雨晴说完就挂断了电话，把手机调至静音，不再理会付明接连不断的来电和短信。付明一家最终还是出发了。他们可能以为林雨晴只是一时赌气，很快就会后悔并追上他们。
殊不知，林雨晴已经雇了搬家公司，开始将自己的物品从房子里搬出。她只带走属于自己的东西，附家人的物品则全部留在原处。离开前，林雨晴站在客厅中央环顾四周，这个曾被她视为家的地方，如今只剩下冰冷的空壳。她不再感到不舍，只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。这时，门铃响了，一个自称富明同事的外国人约翰站在门口，说是来取富明一家出国忘带的证件和文件。他们倒是记性不好。林雨晴微笑着请他进门。稍等，我去给您拿。约翰看到房子里已经搬空了大部分家具，好奇地问他是否要搬家。林雨晴点头承认，然后上楼在富明书房找到了装有全家人护照、身份证等重要证件的文件袋。这些证件本该随身携带的，但富明显然在匆忙中忘记了。林雨晴将文件袋交给约翰，这里有他们所有的证件，请帮我转交。太感谢您了，富太太。约翰接过文件袋，感谢道：不客气，请替我转告傅先生，祝他们旅途愉快。林雨晴微笑着送走了约翰，看着约翰的车消失在街角，林雨晴关上门回到客厅，脸上的笑容逐渐冷却。她拨通了闺蜜刘思佳的电话：思佳，计划有变，我需要你帮个忙。什么忙？刘思佳问道。帮我去机场取一个包裹，有个外国人会在那里等你。林雨晴说。1小时后，刘思佳带着那个文件袋回到了林雨晴暂住的公寓。这是什么？她疑惑地问。林雨晴确认里面是富明一家人的证件和重要文件后，刘思佳惊讶地问：你要做什么？既然他们这么喜欢出国旅行，那就让他们多玩一段时间吧。林雨晴冷笑着说。她拿出文件袋中的所有证件，一一检查确认后，走进厨房，打开微波炉，将它们全部放了进去。雨晴，你疯了吗？刘思佳惊恐地看着她。林雨晴平静地按下微波炉的启动键。没有，我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。几分钟后，那些重要证件已经变成了一团难以辨认的废料。你这样做可能会惹上法律麻烦，刘思佳担忧地说。林雨晴摇摇头，不会的，我有完整的计划。她告诉刘思佳，自己第2天一早就要飞往澳大利亚，准备关机3个月，好好享受一个人的自由。公司已经批准了他的长假，工作不会有问题。你真的想好了？这一走，可能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。刘思佳问道。正是如此，林雨晴坚定地说。我不想回到从前了。那个唯唯诺诺、任人宰割的林雨晴已经死了。我要重新开始我的人生。第2天，林雨晴踏上了飞往悉尼的航班，内心异常平静。她坐在头等舱舒适的座椅上，点了一杯香槟，看着窗外的云海，感受着久违的自由感。这是她第一次如此奢侈地对待自己。过去5年，虽然收入不菲，她总是精打细算，把大部分钱用于家庭开支和房贷，而富明却把自己的收入全用在爱好和应酬上。飞机起飞前，他给经理王梦发了感谢短信，然后关闭了手机，决定彻底与过去告别。9小时后，林雨晴抵达悉尼，入住了邦迪海滩附近的高档海景公寓。站在落地窗前，看着蔚蓝的大海和金色的沙滩，他感到所有压力都随海风飘走了。这才是生活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轻声自语。在海滩上，他遇到了一位名叫麦克的当地人和他的金毛犬。简单交谈后，林雨晴感到轻松愉快，没有任何负担和压力。回到公寓，
林雨晴突然想起自己的手机还处于关机状态，她犹豫了一下，决定开机看看情况。手机刚一开机，就不停地响起信息提示音，几十条未接来电，上百条信息，大部分来自付明。他随意浏览了几条，内容从最初的询问他在哪里，到后来的暴怒和威胁。雨晴，你在哪？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，接电话。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毁了我们全家的旅行计划？我刚才接到约翰的电话，他说你把证件交给他了，可是他现在联系不上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雨晴，如果你再不接电话，我就报警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付明的信息语气明显变得越来越慌乱。我们到新加坡了，约翰根本没来机场，你到底把证件放在哪了？码头不让我们登船，没有护照，我们什么都做不了。雨晴，你到底在哪？收到你的邮件了，你疯了吗？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们？你知不知道没有证件，我们在国外寸步难行？你卖了我们的房子，你有什么权利这么做？等我回国，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林雨晴的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，毫不犹豫地删除了所有信息。她曾经是多么在乎这个男人的想法，多么努力地想融入他的家庭。如今，这些愤怒的文字不过是困兽的哀嚎，再也无法触动他的心弦。他打开邮箱，发现付明发了好几封情绪激动的邮件，威胁要起诉他，要让他坐牢。这些威胁在他看来不过是纸上谈兵。他早已咨询过律师，知道自己的行为虽然激进，但并未触犯法律底线。房子的房产证上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，他有完全的处置权。至于那些被微波炉处理的证件，他可以说是约翰弄丢的，与他无关。林雨晴给律师发了一封邮件，简单说明了自己的行踪，并确认离婚诉讼的事宜是否已经开始。然后他再次关闭了手机，决定从此刻开始真正的与过去告别。阳光洒在他的脸上，带来温暖的触感。这是他来到澳大利亚的第一周，一切都显得那么新鲜与美好。公寓的落地窗外，蔚蓝的大海延伸到地平线的尽头。金色的沙滩上，人们悠闲地漫步、冲浪、嬉戏。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氛围，与他在富家那种被约束、被轻视的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。林雨晴深吸一口气，海风的咸味充满了她的肺部，带来一种全新的活力。她决定不再沉浸在过去的阴影中，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这段新的旅程中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林雨晴过得无比充实。她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，列出了所有她曾经想尝试但因为附加的束缚而无法实现的活动：冲浪、跳伞、潜水、徒步旅行、烹饪课程、瑜伽班、舞蹈课。她一项一项地实现着这些愿望，每完成一项，她的内心就更加坚定一分。冲浪是林雨晴最先尝试的项目。他还记得第一次遇见麦克的场景，他站在海滩上，望着那些在浪尖上自由滑行的冲浪者，心中充满了向往。就在这时，一只活泼的金毛犬冲到他脚边，后面跟着他的主人，一个阳光帅气的澳大利亚男子。抱歉，巴迪有点太兴奋了，男子用英语歉意地说道。蓝色的眼睛里闪烁着真诚的光芒。没关系，我喜欢狗。林雨晴蹲下身来，轻轻抚摸着金毛犬的头，她舒服地眯起了眼睛。我叫麦克，是本地的冲浪教练。男子自我介绍道。看你对冲浪很感兴趣，需要指导吗？林雨晴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微笑着点点头。
我是林，来自中国。我一直想学冲浪，但从来没有机会。那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。麦克热情地说，今天海浪温和，非常适合初学者。就这样，林雨晴开始了她的冲浪生涯。刚开始时，她总是在还没站起来就被海浪打翻，一次次地摔进海水中。但每一次，她都坚持爬回冲浪板上，再次尝试。麦克的耐心指导和鼓励给了她很大的信心。你比大多数初学者都进步得快，麦克赞叹道。你有着不服输的精神。我刚刚从一段很糟糕的婚姻中逃出来。林雨晴半开玩笑地说，比起那个，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。经过几天的练习，林雨晴终于能够在冲浪板上保持平衡，随着海浪滑行一小段距离，那种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感觉，那种掌控自己命运的感觉，让她感到无比的自由和满足。除了冲浪，林雨晴还尝试了跳伞。站在小飞机上，看着下方的大地如同一幅巨大的地图，恐惧感一度占据了他的内心。但当他最终鼓起勇气跳出机舱，那一刻的失重感和随之而来的自由落体，让他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和解放。那种感觉就像是他终于挣脱了所有束缚，完全掌握了自己的人生。潜水则给了他另一种体验。在蔚蓝的海水中，林雨晴看到了五彩斑斓的珊瑚礁和形态各异的海洋生物。那个安静、和平的水下世界，仿佛与现实世界完全隔绝，让他感到一种深沉的宁静与和谐。在那里，没有复明的咄咄逼人，没有李累累的假惺惺，没有富家人的轻视与盘剥，只有无尽的蓝色和自由游弋的鱼群。每天清晨，林雨晴都会在海滩上跑步，看着太阳从海平面升起，为新的一天带来希望和力量。晚上，她会坐在阳台上看书、喝茶，或者只是静静地欣赏星空。这种规律而充实的生活，让她的身心渐渐恢复了活力和平衡。他还参加了当地的社交活动，认识了一些新朋友。他们中有退休的教师、环球旅行的摄影师、自由职业的作家，每个人都有着独特的人生故事和经历。林雨晴喜欢听他们讲述自己的冒险和经历，这些故事给了他新的视角和思考。在烹饪课上，林雨晴学习了如何制作澳洲特色美食，如袋鼠肉排、龙虾烧烤、澳洲风味派等。在瑜伽班上，他学会了如何通过呼吸和姿势调整平衡身心。在舞蹈课上，他释放了自己的活力和激情，随着音乐的节奏自由舞动。1个月过去了，林雨晴感到自己的内心变得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强大。他不再为过去的事情感到愤怒或悲伤，而是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。这天，他决定再次开机检查一下邮件。意料之中，复明的威胁邮件已经减少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祈求和道歉。雨晴，我错了，我不该那样对你，请你原谅我，告诉我你在哪里，我们可以好好谈谈。我们终于回国了，但发现房子已经被卖掉，所有东西都不见了。你到底想怎样？我已经道歉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惩罚我？李蕾蕾已经回国了，我向你保证，以后不会再与她联系。请你回来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林雨晴冷静地删除了这些邮件。这些话在过去或许会让她感动，甚至动摇，但现在他们不过是空洞的承诺和无力的恳求。他已经看清了复明的本质，一个自私、懦弱、言而无信的男人，不值得他浪费一丝一毫的情感。他注意到，
傅明只字不提外卖店的事情，这让他感到奇怪。他打开律师发来的邮件，终于明白了原因。林女士，关于您名下的那家外卖店，我们查实后发现，自您离开后，您公公婆婆一直在非法经营，使用的是您的营业执照和税号。按照您的指示，我们已经向工商部门举报，他们将面临相应的处罚。林雨晴这才想起，自己确实在2年前开了一家外卖店，主要经营家常菜。当时是为了帮傅家解决经济困难，因为傅国强的生意失败，家里陷入了经济危机，他出资开店，所有证照都在他名下，但实际经营是由傅家人负责的。他每月只抽取很少的利润，大部分收入都留给了傅家。没想到，即使他已经离开，傅家人还在利用他的名义经营店铺，甚至没有通知他，更没有想过要转移营业执照或与他分享利润。这进一步证明了他们对他的利用和不尊重，也证实了他离开傅家的决定是多么正确。林雨晴给律师回了一封邮件，授权他全权处理外卖店的事宜，包括强制关闭或转让。他不想再与傅家有任何瓜葛，只想彻底切断过去的一切联系。关掉电脑，林雨晴走到阳台上，深深地呼吸着海风。她回想起自己嫁入傅家的5年时光，那些委屈、心酸、失望都如走马灯般在脑海中闪过。她曾经多么努力地想融入傅家，多么卑微地希望得到他们的认可和爱，但换来的却是无止境的索取和轻视。现在站在异国的海风中，林雨晴终于明白，有些人和事不值得他付出那么多。真正的幸福不是靠讨好别人换来的，而是来源于自己内心的平静和满足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，林雨晴打开门，看到麦克站在门口，手里拿着一束鲜花。嗨，林，今天是你来澳洲1个月的纪念日，我想请你出去吃晚餐，庆祝一下。麦克微笑着说，蓝眼睛里闪烁着温柔的光芒。林雨晴惊讶地接过花束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。他完全没想到麦克会记得这个日子，更没想到他会如此体贴地准备了庆祝。你怎么记得这个日子？林雨晴最终问道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因为我记得那天遇见你，你穿着白色的裙子，站在海边，看起来像一个迷路的天使。麦克真诚地说，眼中满是柔情。从那天起，我就在心里记下了日期。林雨晴感动地笑了，眼眶有些湿润。谢谢你，我很乐意和你共进晚餐。麦克带他去了一家位于海边的高级餐厅，透过落地窗，可以看到夕阳缓缓沉入海平面，将天空和海面都染成了金红色。林雨晴和麦克享用着新鲜的海鲜大餐，喝着澳洲当地的葡萄酒，聊着各自的生活和梦想。麦克告诉他，他曾经是一名金融分析师，年薪6位数，但总觉得那不是他想要的生活。7年前，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辞去了高薪工作，用积蓄在海边买了一间小屋，开了一家冲浪店，过上了自己真正向往的生活。很多人说我疯了，放弃那么好的工作和收入。麦克微笑着说，眼神中透着满足。但我从没后悔过，生活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，而是用幸福感。林雨晴点点头，心有戚戚。你说的对，我也是最近才明白这个道理。过去几年，我一直活在别人的期望和要求中，失去了真正的自我。但你现在找回了自己，不是吗？麦克轻轻握住林雨晴的手，眼神真诚而坚定。我在你身上看到了勇气和力量，
这比什么都重要。这一晚，林雨晴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和被尊重的感觉。麦克尊重她的独立性和选择，不像傅明那样总是试图控制她、轻视她。他欣赏她的勇气和决心，鼓励她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回到公寓，林雨晴站在阳台上，看着繁星点点的夜空，心中充满了感激。感谢命运让她及时醒悟，感谢自己有勇气做出改变，也感谢麦克的出现，让她看到了不同的可能性。她不知道未来会怎样，但她知道无论怎样，那都会比过去好得多。2个月后，林雨晴收到了律师的邮件，告知她离婚诉讼已经接近尾声，法院基本认可了她的全部请求，房子已经成功过户给新业主，外卖店也已经转让给新的经营者，所有款项都已存入她的账户。此外，律师写道：“您可能不知道，傅明一家现在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，外卖店被关闭后，他们失去了主要收入来源。傅国强的欠款也到了还款期限，但他们拿不出钱。最近，他们不得不搬出高档社区，住进了远郊的小公寓。李磊磊在得知情况后，已经与傅明断绝了联系，据说他正准备回国外发展。”林雨晴看完这些信息，没有感到幸灾乐祸，只有一种淡淡的释然。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，自己的行为导致的结果。所谓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不过如此。他给律师回了封邮件，感谢他的帮助，并确认了离婚和财产分割的最终细节。现在他完全是一个自由的人了，可以开始全新的人生，不再有过去的负担和牵绊。与此同时，林雨晴和麦克的关系也在稳步发展。他们一起冲浪、徒步、看电影、烹饪，分享彼此的生活和想法。麦克尊重林雨晴的决定和空间，从不给她压力，而是用行动证明他的关心和在乎。林雨晴喜欢与麦克在一起的感觉，那种自在、轻松、被尊重的感觉，是他在傅明身边从未体验过的。但他也清楚，自己刚刚结束一段失败的婚姻，需要时间来治愈和思考，不想匆忙开始下一段关系。麦克似乎理解他的顾虑，从不催促他做出任何承诺，他只是默默地陪伴在他身边，给他支持和温暖，让他感到安全和被爱。又过了1个月，林雨晴的澳洲之行即将结束。这3个月的时间，她不仅彻底放下了过去的伤痛，还重新认识了自己，找到了新的生活方向。她决定回国后，不再回到原来的公司，而是利用自己的积蓄和经验，开一家自己的市场咨询公司。这样，她可以完全掌控自己的工作和生活，不再受制于他人。最后一天，林雨晴和麦克在海边散步，看着夕阳慢慢沉入海中，将天空和海面都染成了金红色。这是他在澳洲的最后一个傍晚，满是不舍与期待。明天你就要走了，我会很想你的。麦克握着他的手说，声音低沉而温柔。林雨晴微笑着看着他，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我也会想你，谢谢你这3个月来的陪伴，让我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勇气和方向。也许我可以去中国找你。麦克试探性地问道，蓝眼睛里闪烁着期待。我一直想去中国旅行，看看长城、故宫，尝尝真正的中国美食。林雨晴点点头，眼中满是真诚。我很期待那一天，我会带你去最地道的餐馆，告诉你那些旅游手册上没有的故事。傍晚的海风轻轻拂过2人的脸庞，带来一丝凉爽和安宁。林雨晴意识到，
这3个月的澳洲之旅，不仅治愈了他的伤痛，还意外地带给他一份珍贵的情感。他不知道这份感情最终会走向何方，但他愿意保持开放的心态，接受生活的馈赠。第2天，林雨晴登上了回国的航班。与来时不同，这次他的心中充满了期待和自信。他知道，无论前方有什么挑战，他都有能力去面对和克服。飞机起飞前，他打开手机，收到了王梦的信息：雨晴，欢迎回家，公司已经为你准备了升职的方案，但我猜你可能有自己的计划了。林雨晴微笑着回复：是的，我有自己的计划了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和理解。飞机缓缓升空，林雨晴看着窗外的云海，心中涌起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和自由。过去的5年，他活在别人的期望和要求中，失去了自我，而现在，他终于找回了真正的自己，开始为自己而活。回国后，林雨晴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新的生活。她租了一套位于市中心的公寓，简单而舒适，完全按照自己的喜好装饰布置。她注册了自己的公司，凭借丰富的经验和人脉，很快就接到了几个不错的项目。她重新联系了大学时代的朋友，建立了新的社交圈，参加各种活动和聚会，扩展自己的生活半径。他定期和麦克通过视频聊天，分享彼此的生活和新鲜事。麦克已经开始学习基础中文，计划在年底来中国探望他。这个想法给林雨晴的生活增添了一丝期待和甜蜜。有一天，林雨晴正在咖啡厅与客户开会，突然看到付明从门口走进来，他变得消瘦了许多，眼神中透着疲惫和落魄。他四处张望，似乎在找人。当他看到林雨晴时，明显愣了一下，然后快步走了过来。雨晴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付明的声音中带着祈求。我们能谈谈吗？林雨晴冷静地看着他，心中没有一丝波澜。抱歉，我正在开会。付明看了看他对面的客户，尴尬地说：那我可以等你。不必了，林雨晴平静地说，我们之间已经没什么好谈的了。法院已经判决我们离婚，所有财产也已经分割完毕。不是为了这个，付明低声说，我是来道歉的，我知道我错了，对不起。林雨晴看着眼前这个曾经让她痛不欲生的男人，心中已经没有了恨意，只剩下一片平静。付明，我接受你的道歉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回到你身边。有些事情，一旦做出了选择，就没有回头路了。付明的眼中闪过一丝绝望。可是，我们家现在真的很困难，爸妈都老了，店也没了，我的工作也不稳定。林雨晴打断了他，这些都是你们自己的选择导致的结果。我相信，以你们一家人的能力，一定可以重新开始。付明还想说什么，但林雨晴已经转向了客户，继续讨论项目的细节。付明站了一会儿，最终叹了口气，转身离开了咖啡厅。看着付明落魄的背影，林雨晴心中没有一丝波澜。曾经的爱恨纠缠，如今已经化为了一段遥远的记忆。他已经彻底放下，向前看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